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今天的夜没有月亮，黑漆漆一片。黄家渡附近，一个妇女摸黑跑了过来，渡口悄然无声，要人人没有，要船船没有，便找了一处坐了下来。待天蒙蒙亮，女人的身影也显现出来，20岁左右年纪，瓜子脸，细腰身，相貌看起来非常端正，怀里攥着一只小包裹，睡梦中眉头还紧皱着，似乎有什么烦心事。原来她是黄家村一户人家的媳妇，名字叫车桃，因为受不了公公婆婆的虐待，半夜里逃了出来，想乘船去对岸寻她男人。她男人姓黄，叫黄兴德，在一家布坊做工。天已经亮了，车桃醒来，见有人朝码头走去，她跟了上去，掏出一张男人留给她的地址去问那人。她不识字，又从来没离开过黄家村，在家里实在是没法忍了，才逃了出来，不知道丈夫究竟在哪。但是连问了几个人，都摇摇头，摆摆手，不认得字。这时一个女人妖娆多姿地走了过来，年纪40多岁，眉眼精致，带着一股脂粉香。她拿过纸条一看，说：哟，这个地方我认识，看你也问了半天了，如果不是碰见我，你怕是还要问半晌。正巧我也要去那地，你跟不跟我走？车桃高兴地连连点头，没想到运气这么好，碰见一个好人。两人一起上了船。那女人问车桃：你去那做什么？寻我男人。寻你男人？车桃见女人热情且善良，就打开了话匣子，将公婆虐待的事告诉了她。完了揉了揉眼眶，我自个跑出来的，我男人还不知道。今天幸好遇见了你，不然我连地方都找不到。船到了对岸，两人走在街上，这里有车桃在村里从没见过的风景，路上都是人，各种营生热闹极了，两旁的房子也修得敞亮，比村里气派多了。车桃看看身旁的女人，再一次感慨，幸亏遇见了好人，不然这里这么大，我去哪找人啊？一边走一边看，女人带他到一处停了下来。车桃抬头一看，高围墙，红漆大门，门口站着2个身穿黑色褂的看门人，好气派。女人走过去，拿出一张纸质的东西给守门的人看，随后守门人打开大门，女人招呼车桃走了进去。进门一个大花园，山水亭阁，看得车桃眼花缭乱，内心欢喜。原来我男人在这做工啊。与有容焉，绕过花园，有一处气派的院落。女人说：妹妹，你在这等等，我去帮你叫你男人出来。车桃感激地说：谢谢姐姐，你待我太好了。女人笑着说：你和我客套什么？我呀，和你有缘。说完扭着腰肢进去了，没一会又走了出来。妹妹，你男人恰巧出去了，你再等等，我去门口帮你问问。谢谢，谢谢姐姐。女人往门口走去，车桃一直见到她背影消失，才收回目光，站在这乖乖地等着。到12点多，烈日当空，车桃花花草草都看腻了，还不见她男人回来，正百无聊赖之际，从院子里出来一个老妈妈，50多岁，头发盘起，看起来慈眉善目。她走过来对车桃说：姑娘，正午了，进去吃饭吧。车桃受宠若惊，连连摆手：不用了，妈妈，我在等人。等人？对，我男人。老妈妈皱起眉头，似乎有些不解，追问道：你是什么人？是怎么来的这里？车桃将事情缘由讲了一遍。老妈妈拍大腿道：哎呦，你这个傻姑娘，你被骗了，刚那女人说是你婶娘，将你卖到这了。车桃一听，气急攻心，头一阵发昏，随后急得眼泪直流，想要往外冲。老妈妈连忙拉住她：你要去哪里？
车桃急得想甩开他的手，一边跺脚一边挣扎。妈妈，你放开我，我要走，我要去寻我男人。老妈妈叹气，姑娘，你可别冲动，这里进门容易出门难啊。你刚进来也看见门口守着的人了，要跑怕是要挨一顿打嘞。你把你男人地址给我，我托人去打听，让他来赎人。车桃停了下来，想起什么，脸色一白。地址也被那女人拿了去。老妈妈见车桃不再挣扎，放开了手，如今只能先留下来，再慢慢想办法了。车桃绝望了，却也没有其他办法，不吭声地随老妈妈进了屋。他向老妈妈打听这房子的主人，老妈妈告诉他，主家是这里的首富，这一片房屋店铺都是他的。这个院落住的是八夫人，院里有18个下人，老妈妈管烧饭，车桃则是伺候的丫鬟，而丫鬟算是院子里最底层的存在，没有出入铜牌，整年都出不了门，像是进了牢笼，永远不得自由。第二天一早，车桃就开始适应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丫鬟。烧饭妈妈递给车桃一碗燕窝羹，让她送给八夫人吃。到了夫人房里，只见一个大肚子美人坐在梳妆台前，5、6个丫鬟给她整理床铺、梳头、按摩，脚下的地面光亮的能照出人影子来。车桃一个乡下女人哪见过这世面，心下一慌，脚一打架，哐当一声，燕窝羹落在地上，碗打个粉碎。一大早这么晦气，八夫人捂着肚子站起，上去就是啪啪2记耳光，打得车桃脑子嗡嗡作响，想哭又不敢哭，似乎有东西流了下来，到嘴边进入口里，一股子血腥味。他含着眼泪将地板清理干净，手上也被割了几道口子，退了下去。一见到烧饭妈妈，像是孩子见到母亲，委屈的哇哇大哭。烧饭妈妈轻轻拍着他，叹气道，有钱人家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命不值钱。八夫人有了身孕，脾气越发的大了，你以后要格外当心些，有啥不懂的只管问我。车桃从公婆家逃出来的时候，已有了4个月的身孕，在这里做工已4个月，肚子越发的大了，但是这里没人同情和怜惜，做不动也要做。一天，车桃在房里擦地板，先用刷子刷，再用白毛巾一点一点擦拭干净，最后再打蜡。现在他知道地板为何如此光亮了，都是细心活，要许多功夫。肚子已8个多月，跪着太过吃力，他坐了一会，便站直了想休息休息。谁知刚刚站起，八夫人就进了屋，见车桃站着不干活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拿起边上放着的鸡毛掸子就抽了过去，一边抽一边骂道，你这个惯会偷奸耍滑的小贱人，吃了我的饭还敢偷懒，不给点教训，你不知道疼，我让你偷懒，让你偷懒，打得上头了还用脚朝车桃踢去。车桃跪在地上连声求饶，夫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别打了，我会好好干活的，您歇歇歇歇，别气坏了少爷，饶了我吧。提起肚子里的孩子，八夫人才顺气，将鸡毛掸子扔在地上，暂且饶过了他。车桃忍着痛跪在地上继续擦拭地板，等活全部干完，跑到自个小屋里。这时肚子疼得受不了，啊的一声惨叫，倒在地上。烧饭妈妈听到车桃惨叫，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，呜哇呜哇，婴儿啼哭声传来，孩子已生了下来，是个女孩。老妈妈赶紧找了些软和的衣服将孩子包了起来。车桃强撑着躺在床上，孩子放他身边时，他心疼地看了看女儿耳边的小痣，和他爹一模一样。此刻车桃又开心又心酸，他想日子再苦也要好好养大孩子，让他爹看看。车桃给孩子起名叫黄小宝，每日看着他便觉得生活有了奔头，还未好好养身体。第3日就起床做活，冷水洗衣，擦地板，样样不拉。当然
哪怕他想好好休息，主家也不会让，怕是会派人将他拖起来打一顿。就这样，头痛、关节痛，年纪轻轻浑身都是毛病，榨干了母亲的奶水，孩子倒是养得圆滚滚，身体贼棒。有一天，车桃做完活，急忙赶到小屋去给小宝喂奶，可进去一看，孩子不见了。车桃急得连床底都找了，不见踪影。外来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烧饭妈妈跑了进来。车桃，小宝呢？车桃急得都快哭了，答道：妈妈，不知道啊，孩子不见了。烧饭妈妈这些日子早就把他们娘俩当成自己的亲人了。她赶忙说道：坏了坏了，我刚刚从外面进来，看到八夫人的心腹抱着一个孩子，急忙忙朝东边育婴堂跑，这一定是小宝，快去快去。说完，从兜里拿出一块铜牌，拿着铜牌出大门，朝东穿过3条马路，左手转弯，门口有2棵冬青树的地方就是育婴堂。小孩会先放在抽屉里，到正午会收进去，到那时就晚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现在马上就要正午，你快去快去啊！车桃擦干眼泪，对烧饭妈妈道了声谢，就往外狂奔。有了铜牌，守门的果然没有为难。他听到自己心脏的剧烈跳动，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，害怕和惊慌让腿发软。就在快要崩溃时，终于到了，将抽屉一个一个抽开，不是，都不是小宝。车桃有些魔怔，越抽越快，越抽越急。小宝，小宝，妈妈来了。抽到最后一个抽屉，总算寻到了。孩子的耳边有颗小痣，脸已冻得发紫。车桃马上将孩子抱起，再一次拥抱到孩子，他吐出一口浊气，抱着孩子嚎啕大哭起来。车桃想不通，为什么八夫人要将孩子扔到育婴堂，心怎么这么狠？小宝每日只在屋里喝奶，很少吵闹，为何要对孩子下这个手？是不是因为自己碍了夫人的眼，才将怒火发泄到小宝身上？车桃看着外边的世界，有些不想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，可做人不能没良心。烧饭妈妈帮了他，连铜牌都给了他，如果不回去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车桃抱着孩子回去，就跪在了八夫人跟前。夫人，求求你，孩子没罪，如果我有错，您罚我，我绝无怨言，让我将小宝带在身边吧，他是我的命啊。说完，哐哐几声给八夫人磕起了头。八夫人悠哉地躺在摇椅里，轻轻摇着扇子，没有说话。夫人，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吧，求求你了。车桃继续哀求着，八夫人依旧没有吭声。八夫人的目的很简单，她自个也生了个闺女，宝贝的不得了，可是身体瘦弱。再一看车桃的孩子，白白胖胖，她寻思着是奶水的关系，于是就想把小宝丢掉，让车桃奶自己闺女。哪里晓得车桃又将孩子抱了回来。八夫人一边想着扇子扇得更快起来，心里实在冒火，但是为了闺女的身体，她还是将火气压了下来，对车桃说：好啊，那就将孩子留下来吧。车桃闻言喜极而泣，又磕起了头，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八夫人又道：不过我是有条件的，从明天起，你搬到小姐边上住，孩子放到你现在的屋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你不许去违。说完，就扭着腰肢去了里屋。虽然条件苛刻，可小宝总算留了下来。每日车桃便留在小姐身边，等小姐睡着，八夫人不在家，他就偷偷回去看看小宝。幸好小宝有烧饭妈妈照顾，长得雪白喜人。有一天，车桃见八夫人睡着了，又偷偷去看小宝，推开门一看，吓得他心惊胆射。小宝眼睛突出，脸色发紫，嘴巴无声地张开，2只脚乱蹬，几步上前一看，嘴里还有血沫子。车桃魂都要吓飞了，抱起孩子就往厨房冲。妈妈，
小宝怎么了？烧饭妈妈见孩子这样，也急了，摸摸额头也不烫，往孩子嘴里看去，一坨白色的东西堵在小宝的嗓子眼。他伸出手指头去挖，一块棉布混着口水和血，拉着血丝扯了出来。车桃哭道：哪个杀千刀的，要这么害小宝？烧饭妈妈也是气急，说道：还能有谁？八夫人。车桃不解：妈妈，我已经按照八夫人说的做了，她怎么还要害小宝啊？烧饭妈妈恨铁不成钢：你个傻子哟，这些人的心有多狠你还不明白？他们怎么会照顾我们这些下人？车桃懂了，原来八夫人答应小宝留下来，是为了暗暗害死他，真是没有人性。小宝那么乖那么小，他怎么忍心他的闺女和小宝一般大，只是因为生的地方不同，便这般被他几番残害。车桃满腔怒火，他再也不想忍了，将小宝交给烧饭妈妈后，说了句：妈妈，还请帮我好好照顾小宝，来生做牛做马我也会报答你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冲到八夫人面前，拿着棉布指向她：夫人，做人要有良心，不然和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我用心为小姐吃奶，只盼着你能容下小宝，让我们母女容身，结果你这么加害小宝，你要小宝死，我也不想活了。话音刚落，就朝八夫人撞了过去。夫人踉跄着撞到桌子上，厉声叫身旁的丫鬟把车桃制住，不让他冲过来。依照八夫人的脾气，恐怕车桃凶多吉少，哪成想八夫人却没有追究，放了车桃，还承诺以后再也不加害小宝。原来这些日子以来，小姐吃了车桃的奶，逐渐白嫩起来，肉也长了些，而且一天到晚只要车桃抱。八夫人怕车桃有个好歹，闺女又回到从前，便压了火气做出了妥协。可车桃怕夫人又言而无信，这次是运气好，下次呢？他只能想出一个笨方法，将小宝锁在一间房子里，外人不能进，只能烧饭妈妈去照顾小宝的饮食起居。就这样，小宝在这方天地里3岁了。有一天，烧饭妈妈见小宝一人在房中实在可怜，耐不住小宝的撒娇，便将他领到了厨房。下午烧饭妈妈有事出去了，临行前交代他不要乱跑。可等到天黑，小宝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还没等回烧饭妈妈，这时大屋子里传来他妈妈的声音。小宝循着声音走去，小姐正在门口吃糕点。小宝见状，肚子更加饿了，他过去想讨些来吃，小姐哪里肯，见小宝不肯走开，小姐就推了他一把。小宝不肯吃亏，伸出手也推了小姐一把。小宝力气大，小姐身子一晃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哇哇哇大哭。这时车桃正在屋里伺候八夫人，听见小姐哭，赶紧出来，一看小宝呆愣在旁边，怕不是小宝惹的祸，朝屋里看了一眼，心里吓得突突直跳。八夫人也冲了出来，手中还拿着刚刚绣花用的剪刀。见小姐哭得伤心，她也心疼坏了，自己闺女当然千好万好，这定是边上小畜生的错，拿起剪刀就对准小宝甩过去。车桃想挡，却是慢了一步，剪刀已经戳在小宝脸上，血顺着伤口不停地往下淌。吓人的孩子那也是吓人，这样的人就是死掉100个1000个，八夫人也不会在意，在她眼里，他们和蚂蚁蚊虫没什么区别。女儿摔了一跤，在她眼里却好像天要塌下来，紧张得不得了，一直问有没有事。见女儿还一直哭，定是摔得痛了。这小畜生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还想狠狠抽一顿小宝。车桃见状，将吓呆的小宝往身后一护。小宝已经被伤成这样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穷人家的孩子命不是命啊！八夫人见车桃还敢顶嘴，上前就是2巴掌，咬牙切齿道：好啊，小的伤我女儿我还没算账，你还敢跟我顶嘴，哪来的胆子？来人，将他们关起来！
等会再和他们算账。说完，带着女儿离开了这。车桃和小宝被关进了一间黑屋子，那里是府里每一个人都不想进去的地方，不知关过多少人，有的人进了再也没出来。车桃听烧饭妈妈说过，那些人啊，不是给饿死，就是给打死了。这厢烧饭妈妈回来后，知道今天的事怕是难以善了。小姐也大了，不再吃奶，八夫人怕是不会再忍着，借着这事发难，他们性命难保。碰巧今天八夫人被老爷带着去赴宴，很迟才回来，现在两人还被关在黑屋，没时间算账。烧饭妈妈忧心忡忡，好不容易盼到了下半夜，将钥匙偷了出来，悄悄跑去黑房子那将门打开，轻轻地叫：车桃，快出来！车桃和小宝眼前漆黑黑一片，屋里黑，屋外也黑。听到烧饭妈妈的声音，问道：妈妈，是你吗？烧饭妈妈回道：是我，快出来，跟我走。三人蹑手蹑脚地穿过后花园，烧饭妈妈悄悄打开后门，随他们走过4、5条马路，才停下来松了一口气。她对车桃说：总算平安出来了，再不走，你们怕是性命难保。车桃知道八太太弄死几条人命很容易，烧饭妈妈这是拿命在救他们，感激地说道：谢谢妈妈，谢谢，这些年你也跟我闺女一样，谈不上谢不谢的。妈妈，你还回去吗？我不能再回去了，帮你寻到男人，我就回乡下。妈妈，不是你的话，我们早就完了，你跟我回去，我给你养老送终。嗨，我自己能动弹，还是想回到乡下啊，那里不管离开多久都会念着。妈妈，你比我亲生的爹娘还要好，你这么好的人定会有福报的，希望吧，都是苦水里的人，能过得好那是最好。三人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，寻小宝的爹，可没有地址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问人说布方在哪，都笑了，说这10间坊中有8家布方，你说的是哪家？说出小宝爹的名字，也无人知晓，实在没有办法。车桃说：妈妈，我先回对岸吧，托人找我婆婆抄一个地址再来寻，如若我男人正好在家，那就更加好了。妈妈一听，也是这个理，比瞎转悠好多了。几人上了船，划至河正中央时，听到船上人大喊一声漏水啦，众人惊慌失措，下船开始摇晃，船底的洞越来越大，水很快就淹没了脚面。车桃抱着小宝瑟瑟发抖，他是旱鸭子啊，妈妈怎么办？车桃无助地向老妈妈求救。老妈妈许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安抚他道：我会游水，我带着小宝，你等下扒着服务，等我将小宝安全送上岸再来救你。灾难面前，人人都极力求生。看见老妈妈已带着小宝朝岸边划去，车桃也极力想要靠岸，奈何实在不通水性。喝了一肚子水后，他觉得呼吸受阻，手脚无意识地扑腾，最后慢慢变得无力。车桃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当睁开眼睛后，他无比庆幸还能呼吸，身上都是泥沙，趴在水边，应该是被水冲了上来。他缓了缓，撑着站起，打量四周，这是哪？小宝和妈妈不知安全没有。车桃越想越忧心，一边哭一边走，走走停停，大概走了10几里路，才得知这是距离黄家渡100里外的地方。身无分文，饥寒交迫，又挂念小宝和老妈妈，车桃的心像是被挖去了一般，一面讨饭，一面往家的方向走去，希望能遇上小宝。好不容易到了渡口，却无人知晓他们的下落。车桃在这里继续讨饭，饿了就吃别人给的，困了靠着边上的树睡会。他一刻也不敢离开，生怕他们回来找不着他。小宝至今还没回过家，他要等到小宝带他回去看看。这日，车桃向着路人乞讨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啊，
是辛德的舅妈。车桃忙叫道：“舅妈！”舅妈朝车桃望过来：“你谁啊？可别乱认亲戚。”车桃理理自己的头发：“舅妈，我是辛德的婆娘啊。”哎呦喂，外甥媳妇，你还活着啊？怎么弄成这副样子了？车桃将这几年的遭遇告诉了舅妈，舅妈嘴里念着造孽忧，一边流泪。事情讲完，车桃问道：“舅妈，辛德现在还在那上工吗？还是回去了？”舅妈欲言又止，憋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。车桃急了：“舅妈，辛德怎么了？”“哎，辛德为了你，为了你。”这可把车桃急坏了。“舅妈，你倒是说啊。”舅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辛德寻你寻得好苦啊！你走后没多久，辛德就回来了。听说你跑对岸去了，又马上赶去，一直寻不到你，他就整天在码头晃悠。等了2天回来，就生了一场大病。你婆婆去替你算命，说你已经死了。”辛德听到，头发白了一半，躺在床上一直说：“桃有了身孕，一尸两命啊！”辛德本来是个有说有笑的人，从此不说不笑，像个木头人一样，那是伤心过度了啊！你婆婆要给辛德再定一门亲。辛德讲：“我媳妇现在带着孩子，连死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娶亲害人啊？”之后他一个人就跑外地去了。车桃听了，既感动又着急。那个傻男人哟！舅妈，辛德现在还有没有消息？地址有没有？我去找他。你别去寻了，他死了。舅妈，你别骗我，他怎么会死了呢？他还在等我，我要去找他。车桃去了外地，心里想着你和肚子的孩子，做工时分了心。那无良老板不愿出钱给他医，血流得太多，死了。车桃难过的心如刀割，哭都哭不出声来。他想着辛德待他的好，想着没有踪迹的小宝，顿时万念俱灰。车桃看着眼前的河水，像幽灵般飘忽忽走过去，想跳下去一了百了。舅妈一把拉住他说：“外甥媳妇，你可不能死啊！烧饭妈妈是个好人，她一定会将小宝照顾好的。你死了，将来他们去哪寻你啊？小宝没了爹，你还想让他没了妈妈？”车桃想：是啊，为了小宝，不应该死，我应该活着。舅妈又说：“要不你现下还是先回婆家去吧。”车桃一口拒绝。辛德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尚且容不下我，如今辛德死了，他们怕是更容不得我了。我不回去，我要去找小宝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车桃想起烧饭妈妈的家乡，烧饭妈妈会不会以为他出了意外，然后带了小宝去了哪？车桃一路讨饭，一路朝那方向走去。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只要小宝还活在世上，不管有多难，不管要多久，他会一直寻下去。不知道寻了多久，走了多久，后来没人见过这个讨饭婆。再后来，听说北方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老婆婆，一个中年女人喊她妈，一个小姑娘叫她奶奶，三人其乐融融，幸福一家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